他来了，人类想象力的极限，地球人公认的科幻经典，文艺青年与技术宅的共同挚爱，他来了。我是瓜皮儿，本期为大家带来基地。从宇宙中心开始，直到行星尽头，都是银河帝国的天下。多安典星是他的尽头所在，但没有人清楚他的真面目。直到一个叫盖尔的女孩到来，上演了一段史诗故事。这天，吉雅带着3个伙伴来到山顶的空域穹隆前，他在周围投射的立场能阻止人类靠近，多年来无人能走到其脚下。吉雅怂恿凯尔，你要是10秒钟内把旗子插哪儿，我就让你嘿嘿嘿。凯尔壮胆走上去，被立场逼退。波利不信邪，直接走上前硬刚，结果立场让他当场昏迷。他醒来时看到了守护者赛弗，他是目前把旗子插最远的人。赛弗劝他打消念头，只要是生物都无法接近穹隆。波利被说服，决定先回去。赛弗提醒他注意路上的主教爪，多年来无人接近穹隆的说法其实是错的，赛弗就是第一个走到他面前的人，只是还无人知晓。时间回到35年前，帝国首都川陀，数学家哈里算到了一个结果，养子瑞驰告诉他那个孩子已经出发了。镜头一转，在希纳克斯星，盖尔背完制手缓解压力后就准备启程，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来，如果不走他死路一条，去了川陀至少能保命。上飞船前，一家人进行了最后的道别。飞船上，热情的杰瑞与盖尔攀谈了几句，然后开始跃迁。过程中，凯尔突然醒来，但很快被面前的女人打晕。醒来时，飞船到达了目的地。大厅内，帝王白昼的虚拟影像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。盖尔看到有厚重的抬棺队经过。杰瑞说，在边缘地带发生了冲突，安娜和迪斯2个部落的使团受到了牵连。身份登记完，就是搭乘14小时的快车，从星桥直通星球地表。严格来说，那里是数十亿居民居住的外层，他们从来见不到太阳或星星。那些自然世界的东西只属于一脉相承的克隆人帝王们，分别是不同年龄段的3帝王黎明、白昼、黄昏。画室内，大帝白昼和画师欧里奥闲聊了几句颜色的话题后，直接说出对方家里有哈里的文章。欧里奥吓得急忙撇清关系，但白昼不买账。此人聚集了很多信徒，大有星星之火的趋势，他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。说完，旁边的随从直接让欧里奥碎成肉渣。3帝王一起用膳时，女官德莫来报，安娜2人的使团即将到达。他们看着来者不善，白昼暗骂一句，安排黎明穿着得体去迎接，他要去寝宫看些文件。看着眼前的2艘飞船，德莫叮嘱黎明注意观察2方的举止。黎明看出2方互相看对方不爽，德莫补充说，他们不共戴天，但战争成本太高，所以我们强制让他们过来和解。另一边，杰瑞和盖尔分道扬镳，他见到了来接应的瑞驰，他大概介绍了附近的景色。盖尔提出想去22层的教堂，随后他见到了哈里，对文学和数学的探讨让他们一见如故。哈里告诉他，明天3帝王会让人来逮捕我们。人会说谎，数字不会。他们不喜欢我预知的未来，也担心人们相信我的预知。未来帝国和川陀都将灭亡。你是500年来第一个解开亚布拉克萨斯猜想的人，你来这儿是因为他们觉得你能证明我错了。你虽然是最好的人选，但我绝对没错。数字落到错误的人手里会天下大乱，而对的人握在手中就是解放。打发走盖尔后，哈里继续独立思考。路上，瑞驰说，帝国需要你，所以你是安全的。盖尔却不接受这个说法，扭头就走。与此同时，3帝王一起接见了双方使团。接受贡品后，黎明明确了双方矛盾的根源，随后帝国将给出裁决。黄昏认为这种蛮夷没有必要花太多精力，还是该关注哈里和盖尔。教堂里，祭司和盖尔谈心，他承认盖尔说的，哈里是凡人，但你母亲也是，我可以帮你，但你甘心吗？回到酒店，看着哈里送给自己的珍贵资料，盖尔的心很纠结。哈里则对瑞驰说，我相信那孩子，让时间去证明吧。天亮后，哈里和盖尔各自被逮捕。哈里提前让好友楼斯见了盖尔，表达歉意。现在他们都被指控叛国。屏蔽周围的窃听后，楼斯说，哈里的猜想是对的，但盖尔确实是诱饵。审判很快开庭，面对原告的提问，哈里毫无惧色重复了他的预知：川陀和银河帝国将在500年内化为废墟。虽然帝国已经存在12000年，但此刻它就像腐朽的树干，只要一场风暴就能彻底被摧毁。到那时，星际战争将永无止境，无数世界将化为辐射尘埃。
这段黑暗时期少说都将维持3万年。我只想降低这场毁灭的破坏力，绝无二心。我们避免不了帝国的灭亡和未来的战争，但可以缩短这个黑暗世纪的长度。如果你们采纳我的建议，只需要面临1000年的黑暗。休庭时，杰瑞召见了盖尔，他坦诚说：“我是白昼的人。”他希望盖尔证明哈利的猜想是错的，就算是真的，也希望他缄口不言，回到自己家去。帝国会铭记他的功劳。如果盖尔证明了哈利是骗子，他必死无疑；如果证明不了，死的就是他。他希望盖尔能理智选择，时间长了对大家都没好处。回到房间，盖尔点开了哈利所有的资料，翻看起来。2审继续开庭，哈利建议保存好星河百科全书，有了它，未来的人将在此基础上重建文明。有我们留下的知识和故事，他们无需重新开始，只需要有个基地。原告依然试图推翻他，让盖尔走到审判台前。他知道盖尔移除了脸上的祷告石，这意味着和教堂决裂。据他所知，奈里很敌视学习，尤其是数学，可盖尔却解开了那个猜想。一直活在孤独和偏见的他，能被哈利认可，那一定感动得不要不要的。所以他想到盖尔能不能客观地对待哈利的猜想。犹豫了一会儿，盖尔宣称哈利的猜想是对的，帝国注定灭亡。这个结果是3帝王谁都没想到的。黄昏直接表达了杀意。走廊上，盖尔注意到了星桥的异常。星桥大厅，2名男子神色慌张地穿行在人群中，其中一人坐上快车后没多久就引爆了手腕处的炸弹。大厅里的另一名男子也在同一时间引爆，顿时周围的建筑被炸得支离破碎，在场群众死伤无数。白昼和黄昏从睡梦中惊醒，看到了窗外惨烈的景象。星桥砸下来，将白昼的人像砸个粉碎，周围的建筑也受到波及。昔日美景般的建筑，眨眼就犹如人间地狱。得知爆炸前，星桥那边听到了安娜和迪斯2个部落的战歌。白昼勃然大怒，他当众对2个部落的使者说：“我将退回你们所有的贡品。”盖尔默念那串数字时，瑞驰走进来。他从委员会那得知，昨晚死了超1亿人，外围星域可能造反了。帝国为了保全颜面，一定会杀了哈利和他。他正想劝盖尔离开，一群人就冲进来将他强行带走。头套摘掉后，哈利和盖尔眼前看到的是3帝王。哈利感慨：“我能预测很多东西，唯独预测不了人心。但你们想让我们背黑锅，我并不意外。你们现在分身乏术了。那些外围星域的国家知道了，才袭击你们。你们的虚弱暴露后，更多的破坏也会到来。星河中的某个主要宗教也必然会发起煽动，可能就在本地。”白昼打断了他，想要哈利给个不杀他和那些信徒的充分理由。盖尔大声抢白：“你要是这么做，1年内必死无疑。”面对白昼的目光，他毫不畏惧地说：“我对等式进行了验证，如果你杀了哈利，帝国将加速灭亡，只有哈利才能拯救这一切。”白昼来了兴趣，他想知道能不能延迟灭亡。哈利说：“只要终止帝国克隆活动就可以。”黄昏气得摔了杯子抗议。白昼也说：“我们一脉相承的王朝已经统治了快4个世纪，那能说断就断。”哈利直白说：“你们救不了自己，但能拯救工业，传承后世。”虽然遭到了拒绝，但哈利还是有信心对盖尔说：“你的话语权比你想象的大。”走廊上，女官告诉他们，帝王允许他们活下去，继续完善他们的研究，建造他们的基地，但地点是在外园区的无人地端点星。那里也和安纳、迪斯2个蛮夷部落接近。另外，他们不得使用跃迁技术，而是自己想办法过去。意思很明显，那就是发配边疆。女官直接承认了，在那里你们不会给帝国制造麻烦。如果基地计划失败，民众会铭记你们的。哈利接了后半句：“如果成功，你们会合并它来巩固政权。”路上，哈利介绍了端点星的情况，他离这里5万光年，不用跃迁技术，得花878天才能到。那里气候极端，金属资源稀缺。看着哈利的眼神，盖尔瞬间明白，这也在他的计划内。哈利承认了，那一开始就是理想之地，有帝国的支持，却不用被监视，堪称完美。盖尔也承认，他在白昼面前说了谎，说他1年之内必死只是假设。他能感觉到3帝王的恐惧，他们不是怕死，而是怕哈利成功。哈利说，这不会是基地的第一次危机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。帝国的和平将持续下去，现在他们该出发了。他知道盖尔想拯救世界，但不如扩大一下，拯救整个银河会更有意思。艾斯拉星，吉安正在运作设施时，系统传来了入侵者警报。他慌忙删除数据，想要逃跑，但来者很快将他打伤，杀光了其他人。德莫走了出来，他知道星桥那2个自爆者的纳米炸弹是吉安研究的。帝国现在想要知道吉安的幕后主使是谁。镜头一转，德莫汇报了情况，他已经审问了数千嫌疑人，但还是一无所获。糟糕的是，星桥轨道
还有近13万漂浮的尸体没有收回。白昼下令将尸体回收作为第一任务，他们进入大气层会燃烧，民众只要一抬头就会想起帝国的无能。他想到了被流放的哈里二人，只要他愿意，完全可以把炸弹袭击的黑锅扣死在他们身上。比起风险，更重要的是帝王家的面子。与此同时，哈利等人还在飞往端点星的途中。闲聊时，早就互生情愫的盖尔和瑞驰在游泳池里开起了车。事后，他们看到哈利正在对船员们训话。瑞驰说蓝队的成绩很差，他建议到时候跟红队或者绿队。盖尔觉得下个训练期他可以加入反应器组。瑞驰说你不必事事都熟练，现在还有54个月才着陆。无人角落里，他们又互啃了起来。接下来的 VR 训练中，盖尔小队全军覆没，工程师劳利对他们的死法进行了逐一点评。刚刚他们遇到的怪物是外围星域特有的巨型生物主教爪，基地计划想成功就必须克服包括他在内的一切困难。人工果园内，哈里找上了盖尔，他谈起了刚刚的模拟中盖尔在熔岩馆遇到的问题。根据盖尔的预测，队伍在端点星着陆的5年后，死亡率将达到 43.2%。 哈里说这就是模拟的意义，待会儿的基地预测会议你替我出席。说完，他扭头来到了一个暗门前。川陀皇宫，白昼播放了那2个自爆者唱的歌，确认属于安娜和迪斯2个部落。他不想听任何解释，只想有个背锅侠。拖走2个使者后，他才注意到黄昏的缺席。黄昏在给壁画上色时，脚下一滑，差点摔倒。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可控了，这让他大发雷霆。飞船上检查完体内受精卵和生理指标后，盖尔遇到了劳利，他们以朋友的身份攀谈起来。站在孕妇角度，劳利很清楚端点星的情况还有死亡概率，他不想孩子从自己体内取出后就和孩子天各一方。盖尔只能安慰他，不会有比这更糟糕的事。晚上，黄昏和德莫前去疤痕区视察民情，无数受害者求救的声音让他震惊不已。见到祭司后，他问对方为何出席哈里的审判，又为什么关注盖尔。祭司说好奇并不是罪过。黄昏还没来得及追问，德莫就以周围建筑随时可能倒塌为由，强行让卫兵架走了他。祭司在身后喊你的帝国注定灭亡。漆黑的游泳池里，哈利和盖尔聊了起来。他说虽然你喜欢在黑暗里游泳，但黑暗中能产生很多负面情绪，不要有压力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，我对瑞驰说你超过了我的预期。对了，待会儿的会议别迟到。潜台词很明显，我知道你们在搞地下恋，不过不明说。听说此事后，瑞驰有些紧张，因为哈利认为感情让人分心，所以他一直不敢告诉哈利自己的事儿，怕他不接受。盖尔认为如果连感情都容纳不下，那还谈什么拯救银河。他及时转移话题，哈利的计算有个数据不完善，他在审判时没提到，虽然差不了多少，但他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。随后会议开始，玛丽先说了预算委员会的目前进度，初始研发及测量预算的一部分将分配给最接近川陀的星球。盖尔提出了自己的疑问，我们该如何决定该保存什么铭记遗忘的东西？最简单的技术方式上我们都不能达成一致，那其他又从何谈起呢？回到川陀后，黄昏就看着自己上一代的克隆体发呆，废墟的经历让他很受打击。他很疑惑，人到底该多自信才会以为自己是全宇宙的唯一？现在的预言在逐步成真，无数人失去了生命。白昼知道他去了疤痕区，指责他鲁莽，那里还有无数尸体没有清理完。黄昏反驳说，作为帝王去视察民情天经地义。白昼毫不留情，我才是帝王，我说了算。黄昏转移话题，我要单独会见使团，我有权利。餐桌上2名使者极力否认爆炸与他们有关，这是有人想让帝国堕入黑暗。黄昏告诉他们，你们将作为罪人被帝国处死，尽管这很不公平，但这是伟业。我很想放你们安全离开，但遗憾的是这不可能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白昼觉得这老头子越来越衰弱了。洗衣房里，哈里取来衬衫时，女工维娜问他，您对现状满意吗？哈里掏心窝地说，我们曾经克服了无数困难，今后也将继续披荆斩棘。你们每个人都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精英，都是必不可缺的。100年或1000年后，你们将被世人铭记。无论你现在是清洁工、工程师还是洗衣工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我拯救银河的计划就无法进行下去。你们在这一刻都是最伟大的人。一番 talk 下来，全场人都被他的气魄折服，纷纷与他握手留念。随后他来到食堂，与盖尔等人同桌吃饭。他聊起自己上大学时的往事后，又说起了瑞驰小时候的事儿，但说错了关键细节，让瑞驰很不满。他小时候偷书是为了买药给家人，哈里领养他后，他爸才开始酗酒的。说完，他气鼓鼓的离开，哈里只能尬笑说，我还是预测未来算了。盖尔看出了他有心事，跟了过去。
他只是害怕不知道哪些错误是要命的。盖尔安慰他，那些公式缺失了一些，并不会改变全貌。哈利就是有点嫉妒我们，其他的没什么。到了端点星，那里会有属于我们的天地，说不定还能生几个孩子。提到孩子，瑞驰想到了自己悲惨的童年，但他强忍着眼泪说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不光是孩子，我什么都想要。看着模拟的晚霞，他们拥吻在一起，同样在看晚霞的川陀，却没有闲情逸致欣赏。粮食团的事必须尽快处理完。黄昏认为或许可以网开一面，帝国能承受后果。他还是和白昼一样，依然信奉武力解决一切，只是现在要变通。白昼蹲下身问黎明，你怎么看？黎明说，我现在很害怕。白昼安慰他，你这个年纪会害怕是人之常情。接下来当着受害民众的面，白昼公开宣布粮食团将为受害者偿命。即使2个使者哭喊着求饶，白昼还是让他们眼睁睁看着使团的6名高官被逐一推下去吊死。他放走2个使者，让他们各自回去告诉部落他们的无能。站在尸体旁的黎明依然感到害怕，德莫安慰他，我和所有人都会保护你，还有传统的力量。飞船这边又出了问题，盖尔念质数时第一次出现失误，他意识到可能出了问题，急忙去找瑞驰，眼前一幕却让他措手不及。瑞驰将刀捅进了哈利体内，他想要救人，却被瑞驰强行拽走，推进了平衡舱。瑞驰只告诉他你会没事的，然后就将他投放到了外太空。碎石带中，平衡舱来回穿梭，只有盖尔念质数的声音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基地见。